今天在中美之间的这一场金融贸易战，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这一回呢。大陆国家的，我们来看到是习近平，他说呢要来当的是全球的黄金保管人。尤其现在呢，川习会快要进行前，现在丢出了一个叫做金融核弹。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各国会不会把他们的央行金条往北京这边去送呢？美元霸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做松动？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上海这一回呢。打算透过在上海金交易所在香港这边设立一个叫做国际版的指定仓库，传出呢现在已经跟多国谈好了，那么各国有机会把他们的黄金储备转来放在香港展开国际的黄金交易，所以呢不只是像过去放在这个纽约或者放在英国，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就放给中国大陆来这边做储备呢？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如果真的成真的话，也代表说过去在美元的这个霸权里面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开出一个人民币金本位的新战场。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评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首先是来自于渣打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现在各国正在打算要分散他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压在美国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地缘政治正在加剧动荡，替代了这些支付系统新的崛起。那么大陆现在作为最大黄金生产国，也因为趁着现在阻力比较小，推进金融市场布局，他认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另外一位专家他这样讲，中国如果能够持有更多的黄金，那么人民币的公信力就会变得更为强劲了。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了。北京现在说要打造了这个全新的金融核弹国际金融储备中心，到底可不可行？各国宁可把他们的金条搬到中国大陆，也不再信任美国吗？如果川普的关税战引爆了这一场黄金去美元化风潮，这样子来看的话，中国现在的动作是在做反攻吗？上志哥怎么看？现在都知道，全世界的金价之所以频频上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大陆、全世界中央银行，包括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买黄金哦。那买黄金的很大的原因，其实当然很多，除了包括过去是油价波动，但是现在油价影响降低了，主要还是因为美元大家后市看弱，而且包括现在包括美国的 FED 可能接下来又要准备降息，又要把很多的美金继续再加印起来，美金这个波动跟不值钱，大家要有黄金。我们现在看到是眼前的这个从投资黄金的态势，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中国大陆的国家战略，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会把黄金？中国大陆会帮国际建构一个黄金储备的平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微妙。我也建议大家要一直持续关注，我认为这是会非常非常长久性的。首先怎么说呢？首先是这样子，现在我们看中国大陆面临的处境，除了刚刚讲美元本身的波动跟美国美债这个当中的其他的这个问题之外，现在还有两大是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第一个部分是现在出现稳定币也就是说，现在虚拟货币这件事情，现在变成看起来是美国川普政府的国家总体的金融战略，不知道是哪个犹太天才发明出来的。特别是稳定币跟美元美债挂钩之后，形成一个除了过去来讲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之外，一个全新的等同跟美元一样的，在虚拟币里头狂吸全世界所有的资产，虚拟的而且是虚拟的跟美元挂钩除了美元之外，现在没有其他国家的货币用虚拟币的部分挂钩，现在吸已经据说吸得蛮厉害，像东欧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很多的国际贸易开始私下的从稳定币这个虚拟币开始走了。这几个月，单单这半年当中，已经吸掉了，据说有几千亿美金的规模。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要发展的部分，要重新建构一个实体货币经济。传统以来几百年来，大家都是货币都是跟黄金挂钩，所以当现在美国手上有这个美元的武器跟稳定币、虚拟货币的两大武器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必要重新扣紧以黄金为全世界公认标准的这个部分的平台。我想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去美元化，过去来讲都觉得人民币要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快。所以首先中国国力先是去美元依赖化，再来是去美元美债的体制依赖化。人民币其实过起来，大家觉得好推，没有，它现建构一个黄金的这个中介站，让大家紧扣黄金，而且人民币跟黄金，包括未来可能人民币会升值，作为整个中国大陆国力的提振在这个当中稳定附着之后，用人民币跟黄金建构这个强力的支撑之后，跟
美元脱钩、跟美债脱钩、跟虚拟币，尤其稳定币脱钩之后，这个跟全世界的经贸往来再用人民币结算，它就整个是在黄金的架构之下。也就是说，透过掌握黄金跟全球间的平台来去美元化，而不是像过去来讲拉抬人民币去美元化。这个部分的思想，我想其实中国大陆从2019年川普当时2017年执政开始，从打华为的2019年，从2022年超过几百家中国大陆在美国上市的，包括国企全部下市，阿里巴巴、腾讯一路下来，包括俄乌战争的经济制裁到现在，包括去美债，整体来说，中国大陆做这件事情，包括黄金，已经进行将近10年了。好。所以大陆的长期战略在经济上面，在金融战上面，去美元、去美债，然后它要特别强化的就是包括了黄金，还有特别强化就是人民币的交易。所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确实大陆这一切的动作早就已经是有备而来的，而且呢，它持续的买黄金已经多久时间了？达到了10年的时间。那过去11个月也是都是连续的买进增持黄金的，撑起它的金融的底牌。我们现在来看到现在大陆是全球第6大官方的黄金储备国，所以现在每个月仍然在持续的加码当中。尤其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川普4月份打的这场关税战，让大陆更有决心要去美元化。我们看到做了哪一些的一系列动作？中国在从4月份开始抛售了至少500亿美元的美债，还计划持续的出清剩余的部位，并且把原本放在纽约联准会的这个2000多吨的黄金全部的搬回北京跟上海。本来以为只有中国做这样的动作吗？没有。我们看到在北京准备要撤金之前，德国就已经在考虑了要把存放在原本美国这边的1200吨黄金也运回到德国、欧洲自己的境内。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开始对美国不信任了，因为川普不断的对欧洲疯狂的加税，而且干预联准会的措施，都让欧洲开始正式的怀疑：黄金放在美国是真的安全吗？刚刚讲的金价确实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我们从2005年开始看到现在2025年几乎一路的在往上窜，到了这个3月份的时候已经到达了3000美元，但是现在一度是触及到了4000美元大关，又下来一些些。那么各国黄金的增持量，我们也等一下会做一个关注。现在以俄罗斯增持的量是最多的，从300多吨一直上升到2000多吨那么中国大陆第2名，那可是如果是在减持的话，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是美国第1个减持最多的，接下来是德国跟法国。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大使怎么看了？川习会在即，这一次北京用黄金来说话，这是经济外交最后通牒吗？同时，习近平他这边疯狂的卖美债、囤黄金，是准备做一个金融战的反攻吗？大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对美元的依赖它是采取一个比较渐进的一个做法。它第一个这种比较渐进的做法对中国大陆也比较有利。那你要立刻就是说跟美元是霸权进行宣战的话，那第一个你要别人也要跟你一起来那另外一方面，你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那因为这个一个货币它建构最主要是什么？一种信任跟信心，而且它在实体上交易的时候的它作为一个交易工具的时候，它的流动性是如何？美元是完全流动性人民币没有100%的流动性人家为什么持有美元？美元你要买要卖快得很，对，你大量的美元，你在任何地方买卖你都是很方便的，这叫流动性。货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你要成为大家愿意使用的一个工具的话，那流动性要很强。那可是问题就很多大国的话，他也不愿意让他自己货币被别人掌握太多，来炒卖他的货币，造成他的经济的这个怎么样波荡啦。那所以现在你说人民币要完全跟美元产生一个针锋相对互相抢夺国际主要这个流通货币的这个地位的话，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这个过程。而且中国大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国制造国它需要大量的美元作为支付的工具你现在你说我付人民币给你，人家还不见得接受。对，本币交易是中国大陆在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跟它要消减美元的国际地位的中间一个方式而已。本币交易，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数位人民币。数位人民币的话，也是可以不要透过美元，
然后让这个国际贸易可以，中国大陆和国际贸易可以顺利的进行。要不然的话，你不够美元的话，你的国际贸易你没有美元来支付的话，事实上很多贸易会很困难的。第三个现在就是什么？储备黄金，加强储备黄金。某种程度上来，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其实人民币为什么要放在很多手上中国大陆抓了很多美元？其实美元也代表一种什么？一种锚定的功能。人家信任你这个经济，信任你这个货币，是因为你手上有很多美元。那美元今天这个地位不是说一朝一夕造成，它很长时间造成。你要撼动它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是多管齐下了。所以增加黄金储备的话，也是一个方式。第一个分散风险，第二个你多储备黄金的话，对于人民币的国际信用也会增强。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大陆并没有说要跟美元进行立刻摊派式的这种斗争，并没有这个情况。好，在这样子人民币增强、态势国际的地位之下，美元霸权会不会间接的转弱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那我们也先来看一下现在的金价哦，因为各国央行现在疯狂买金之下，美元信任被掏空。我们看到近10年金价可以说是翻了3倍，疫情期间冲破2000美元，刚刚讲了嘛，在3月冲破了3000美元，到现在近4000美元左右。那央行的部分，全球的黄金需求中，央行买盘占比高达1/5，是远超过2010年那个时候的1成的。干哥怎么看？好，现在美国跟日本比较具有规模的投资人的话，他们现在都在做贬值交易。什么叫贬值交易？就是我不买法定货币了啦，像比如说美元呐、英镑啊，我不买这个。我虽然不买，我抛掉一定是贬值嘛，对不对？没关系，我不要了，我干嘛？我就去买黄金跟所谓的比特币啊。那这是一种过程，但是他们看好，为什么？金价已经到了每英两4000美金了，还会不会再上去？刚才上次已经讲了，这可能还会再上去，再上去就不得了了。那这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现象？那国际其实金价市场它其实受到政治因素的波动其实是很大的，但是连10年来它都可以涨。那你就可以从2020年那个疫情开始，从2000到现在变4000，不太久才5年的时间它就翻了1倍了，那10年来它总共是翻3倍，这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说究竟黄金是不是一个可以被依赖的？因为你连白银都跟着上涨，每英两50美金啊，白银从来没有那么高过啊，对不对？因为白银的供应从来不是问题，可是现在大家就看到说，现在各联邦就是说各国的中央银行，他们都是以黄金作为主要的那个准备来源。总共占全世界15%是各国央行所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金价只会越来越上升。为什么？很简单，破了4000美金，就是因为川普他今天做的倒行逆施，害得各国更加的恐慌。所以中国他现在在布局啊，在香港啊，他必须要成立第一个设立首个国际版的，就是说储存金条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它可以说服一些跟它志同道合的国家，我就看中国怎么样踏出这第一步。比如说像巴西啊，比如说像金砖这些国家哈，那你说这些国家如果说他们都愿意跟中国志同道合，那就可以开始展开去美元化的第一步。但去美元化，像大师讲，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信任，对，很简单，信任感，你怎么让我们有信任感？其实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你光是从两岸关系之间，你让台商可以自由汇兑贸易，从这边开始建立起，好不好？我今天讲的很直接，台商以及到这个大陆当地旅游的台湾人，或者是暂居在大陆当地的台湾人，他们能不能有这个自由，这个在这个大陆开户或是提取现金的权利，到现在是没有的。我觉得大陆这方面应该中国。要从这边着手，让大家取得基本的信任。你将来的去美元化，去建立对抗美元的那种国际战略布局，才有可能会慢慢的接近成功。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